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了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今天又到了分享小众品牌的时间了。今天会分享来自美国和来自澳洲的几个品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记得点赞订阅，同时呢，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。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开始啦。首先第一个呢叫做 Maison de Sabre， 是一个来自澳洲的皮具品牌。可能因为我之前在澳洲工作过2年，所以每次看到澳洲品牌呢，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其实他家呢最早是做手机壳起家的，有很多明星都用过，包括 Naomi Watts、Lisa 等等。之后呢扩展到了箱包类，也有不少明星都很爱用。他家呢定位轻奢，包包的皮呢都是来自欧洲的皮革厂，再加上工艺也不错，一个大概中等偏小的包包$300-400就可以入了。那他家还有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5颜6色的包包，看着让人心情很好。而其中呢，他们家的包挂特别有名，甚至连时尚权威媒体 WWD 都撰写了一篇文章来报道他家的包挂。那之前呢，我在自己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购物群里面啊，也曾经分享过他家跟 Hello Kitty 的联名包挂，当时就一抢而空啊，让人非常的震惊。最近呢，我也没有忍住啊，上他家官网看了很久啊，发现真的有很多好看的包挂。那最后呢，经不起诱惑，我也买了2个，哒哒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一个呢是樱桃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梨子。其实市面上呢是有很多包挂的，但是呢那些包挂其实品质都不是很好。但是他家的包挂，你看全部都是用跟包包一样的欧洲的皮子做出来的，所以品质就很好。上面呢是有那种立面纹理感的，也不容易刮花，非常的耐造。樱桃这个就是正宗的樱桃红配上翠绿色，哇，夏天真的看着就心情很好。而且呢，你看这里还有 logo 烫金。包括在这个包挂这里也有 logo 烫金，工艺都非常的不错。更绝的就是啊，你看这2个樱桃虽然很小，但是它居然都是有拉链，而且拉链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里面真的是可以装东西的。装什么呢？官方说装 AirTag， 我也没有 AirTag。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个装饰的作用，并不是真的让你放任何东西啊。这个好像已经 low stock 了，真的是太吓人了。再接着就是这个小梨，它呢则是一个抹茶绿搭配一片翠绿色的叶子，看上去呢会更加文艺一点。里面呢也是可以打开的，什么也装不了，就纯粹好看。它的工艺呢也很好，跟那个樱桃是一样的。你看把这2个包挂在一起，就有一种水果开大会的感觉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一个纯色包包顿时就变得有生气了。当然我只是选了2个水果，其实有更多水果，什么猕猴桃啊、蓝莓啊、桃子啊、苹果什么的，哇，看着让人食欲大开。他们除了水果开大会呢，还有蔬菜开大会，也挺可爱的。但是我想了想，哎呦，要挂什么胡萝卜啊、蘑菇什么，好像有点可怜啊，还是水果比较好吃。所以呢，我最后选的还是水果开大会。那大家肯定会问我搭配的这个包包了，对不对？也是来自 Maison de Sabre 他家的，但是我一下完单，这个颜色就告罄了。我最近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？下单什么就告罄，太可怕了啊！不管了，那今天就先浅给大家开一个箱吧。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小号的 Hobo 包，就是很简约大方，非常的好搭配，而且皮质呢也很好，也是欧洲皮革厂里面的皮子，上面呢也是有纹理感的，你怎么去造它都没关系。通体呢就只有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烫金的 logo， 几乎看不到。上面呢有一个袋子，你看啊，只要把它这样拎起来，这个包带下面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弧线。这个包好看就好看在这里哦，就是这道弧线很优美，而且呢你可以各种的转换造型，比如说这样捏不就是一个饺子包了吗？对不对？参加活动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啊。那同时呢它还配了一根长肩带，你可以单肩背或者是斜挎背都可以。另外这个包包的做工也蛮不错，你看它这里的边油都不错，还有缝线什么的都非常的平整。上面本身就还有一个自带的钥匙圈挂，内里呢则是深蓝色的帆布，是一个撞色，还蛮特别的。而且这个包本身非常非常的轻，没什么重量的，所以无论你是通勤啊、出差旅行啊，或者说你就把它这样折起来约会啊、参加活动都可以背它。这个颜色呢是有一点点偏浅杏色的。
这个包就很百搭，什么样的衣服都配得上。比如说我身上这件 Valley 的针织裙，它就是同色系的，在腰上呢可以再绑一个 Oak and Fort 的针织衫，增加层次感。最后别忘了一双同色系的 Vivaia 的鞋子。你看包包的弧线很优美吧，搭配这一身特别的知性优雅。而这2个水果挂件一加上呢，瞬间就有了生气。你看啊，如果我没有这2个包挂，我把这2个包挂藏起来，是不是就感觉这一身有点过于平淡了？你看这2个小小的包挂，立刻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而且呢，还有一点点减龄哦。背上之后呢，感觉整个人都好像年轻了5岁都不止哎。那这个长肩带呢，也可以把它加上，斜挎在这件针织裙上面。这时候腰上都不用绑针织衫了，因为斜挎呢就可以增加层次感，同时呢视觉上还会更显瘦哦。还可以搭配稍微酷一点的衣服，比如说呢这件 Mango 的针织背心搭配 Mo & Co 的牛仔裤，搭配这个包包也可以，也是一点点红色和绿色，增加亮点，画龙点睛。最后啊，别忘了加一顶 Valley 的棒球帽，增加美式复古感。可以手拎，更加有腔调，当然也可以斜挎。你看这一身出差旅行也非常的方便吧。我这个浅杏色呢暂时缺货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颜色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那如果这个颜色来货的话呢，我也会在购物群里面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。那这2个包挂不是一定要挂在这个包上呢，大家自己随便什么包都可以挂得上的啊。这个樱桃已经是 low stock 了，如果喜欢也记得早点下手啊。我呢也是写邮件给品牌方想要一个折扣，但是没有回复，那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反正有需要的朋友去看看吧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郑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。每年春天呢，我都要把自己的保养品呢都整理一遍，该断舍离的通通都断舍离掉，其中重灾区就是防晒哦。我之前也做过科普影片，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哦。如果是去年的防晒产品打开之后还没有用完，到今年呢就一定要把它给扔掉了，因为基本上就没什么防晒力了。那么扔掉旧的防晒产品之后呢，就要入新的啦。那我今年入的就是这个 Supergoop 的防晒产品，在美国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，他们呢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专业做防晒的产品。那说起防晒产品啊，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，它呢是属于在保养品里面非常非常难做的一种产品啊。我记得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我是做化妆品 marketing 的嘛，大家都知道，每一次要开发防晒产品的时候，配方师就很头疼，因为如果你要有足够的防晒力，就很难能够保证它不黏腻，保证它很轻薄，吸收很快，而且呢不留下这种假白，非常非常的难搞的。同时呢还要注意味道。反正每次配方师都会被我们市场部纠结的死去活来。但是 Supergoop 的防晒产品真的很厉害，他们研发出来的防晒产品哦，质地都像丝绒啊、精华啊，或者像啫喱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一经推出呢，就火遍美国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最有名的防晒产品，叫做 Unseen SPF 50，这个也是 Allure 的得奖产品。那这个产品呢，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啊 ，Unseen 就是完全隐形，就好像根本没有用过一样。它呢就是透明的凝胶质地，没有任何的颜色，涂上去呢就是1秒吸收，而且呢也没有味道的，就根本没有以前常见的防晒的那种油耗味，很神奇的。那我之前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影片啊，就是防晒产品呢一定要用足量才能够起到它 claim 的这个 SPF 多少的效果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就是要用足2个手指的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，1根手指的量呢涂半边，你看完全没有任何油光吧，涂上去秒吸收，涂了就像没涂一样，而且也不会产生难看的白膜。最棒的就是无论我之前涂什么保养品，这款用上去完全不会起泥哦，真的是。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吐槽过，我最近买的很多防晒产品用了之后都会起泥，但是这一款是不会的，哇，真的是我太爱了。整体的效果呢，就有一点点偏哑光的，更像一个隐形的打底，皮肤干起来更柔滑干净，也难怪品牌成立的时候就靠着这个产品横扫防晒界。它呢是个广谱的防晒，
既防 UVA 也防 UVB， 所以既防晒黑又防晒老。它呢是可以防水防汗40分钟的。除了防晒之外呢，还可以把它作为妆前乳，这样呢你的妆容就会更加持久。同时呢，它还有这种柔焦毛孔的效果，看上去就好像开了美颜滤镜那样。那这个产品呢，其实是所有皮肤都可以用，但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你是混油皮或者油皮的话呢，是最适合这个产品，因为它有控油的效果，而且呢不会拔干的。油皮的朋友就用这个。那么作为大干皮呢，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这个防晒，叫做 Dewy Screen SPF 50 PA++++。那这个听名字就知道了 ，Dewy 就是奶油肌、水当当肌肤那种意思。它呢不仅能够防晒，而且呢会更加保湿滋润一点。你看它的质地是有一点点像乳液状的，而且流动性很好。而之前这个 NSYNC 你看它就是这种透明的啫喱状，它完全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一个有点像乳液状的呢，涂上皮肤之后就会更加水润一点。你看。就能够起到这种保湿的效果，比较适合我这种大干皮。它呢也是没有任何味道的。我呢依然是用手指来给大家做测试，要用足量哦。1根手指的量呢，用半边脸。刚涂上去的时候呢，我还有点担心会不会吸收不了，但是没想到很快就吸收了，也不会油腻，也不会搓泥啊，这一点依然要鼓掌。用上它呢，我觉得比 NSYNC 那款要保湿滋润很多，因为里面添加了高比例的保湿剂、抗氧化成分和一些植物提取物。用完之后呢，皮肤觉得挺水润，但是一点都不油腻的。它呢也是广谱防晒，同时呢也可以作为妆前打底用。我今天化的这个妆就是用这个来做打底的，这个也是我最近用的最多的一个。第3个就是这个叫做 Glow， 是 SPF 40 PA++++， 也是广谱防晒的，这个一看就知道区别啦。哎，你看它是带颜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就有一点点像素颜霜那种感觉。我这个色号呢叫做 Sunrise， 是他们最热销的一个颜色，就有一点点像香槟金，就看上去皮肤就好像被太阳亲吻过一样。其实呢，这个产品一开始我是最有 concern 的，因为我自己很少用带颜色的防晒，因为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。一般来说呢，你带着这种颜色的防晒霜是很难能够用到2指的量的。大家想想看，你用粉底才用多少？就那么一丢丢的量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带颜色，我肯定用到2个手指的量，脸就糊了。但是呢，本着科学的精神，我给大家做了一下测试啊，也是1根手指用半张脸，绝了，居然没有糊掉！我的天哪，鼓掌！它呢很容易吸收，也不会搓泥。用完之后呢，稍微有一点点光泽感，但是并不多的，也不是那种油光。这款里面呢加入了光反射珍珠成分，能够和肌肤完美融合。如果你皮肤本来状态就不错，也不想用粉底，因为夏天嘛一层一层就觉得很热，你就直接用这个就好了，然后上面再加一层散粉。当然了，你也是可以把它作为妆前乳的。其中呢还有透明质酸，能够锁住水分；烟酰胺能够令肌肤焕发光彩。不错，这3个防晒产品呢，我都很喜欢。我也给大家总结一下。如果说呢，你皮肤比较油一点的话呢，就用这个 NSYNC， 或者说特别热的大夏天，你又很喜欢那种很清爽的感觉，就用 NSYNC， 肯定是不会错的。那如果你像我皮肤一样干，还是喜欢那种水当当奶油肌的感觉，你就可以用这个 Dewy Screen， 这个也是我用的最多的。那如果你不想用粉底，本身皮肤状态也比较好，就用一个素颜霜就出门的话，那就要用 Glow Skin。那这个一定要再提醒一下，一定要用足量，2根手指的量才能够起到防晒的效果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还入了一个有色的润唇膏，也是来自 Supergoop 的，因为它跟其他的有色润唇膏都不太一样，它是带 SPF 40的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你休假的时候太阳那么的大，其实你身上、脸上所有的部位都应该防晒，那唇部呢也不例外。那这个就可以用这个有色的防晒润唇膏。配方中呢特别添加了乳木果油和复合胜肽成分，还蛮滋润的，但又不会太油乎乎，整个唇部呢会显得很饱满，人也很年轻。我这个色号呢是草莓色，可以看一下。它呢其实一共有3个色号，但因为它本身就是有色的润唇膏嘛，这颜色本身就很清淡，所以我觉得其实选什么颜色都大差不差的。那它呢是有一点点水果味的，可能是草莓味，但其实我自己不太喜欢有味道的，可能白女比较喜欢吧。但是呢，考虑到它有防晒指数，算了，我忍了。另外，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包装，看上去有点丑。
但是好消息是呢，我舔着脸去跟他们品牌方联系的，居然呢要到了一个9折，好开心啊！我也会把折扣码和产品链接都放到描述框里面，喜欢的同学呢可以去拿。他们还有很多什么身体类的防晒，什么太多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逛逛啦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今天化妆用的彩妆产品呢，今天妆容是不是很好看？有点点桃花妆。那我这次用的就是一个来自 Pure 的美国的纯净彩妆品牌。那纯净彩妆也就是 Clean Beauty， 这2年在美国呢特别的火，就主打一个就比较自然吧。他们家的产品呢，最主要就是多效合一，就是一个产品有多种用途。同时呢，彩妆里面还加入了不少的护肤产品哦。这样呢，用起来对皮肤的负担呢没有那么重。那大家应该还记得，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Patrick Ta 的产品，我也很喜欢。那 Patrick Ta 呢是专业彩妆师品牌，所以你看它的配色就会非常的专业。而 Pure 呢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，它的上妆非常的简单，尤其适合不怎么会化妆、追求自然妆效的朋友。那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他们的明星产品是这个4合1的粉底，它呢既是一个粉底，也是一个遮瑕，这个倒也蛮方便啊。以后出差旅行的话呢，遮瑕膏也不用带了，就带这1瓶就好了。而且呢，这个瓶子也非常非常的轻。先出结论，你看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粉底，其实呢，妆效还是比较清透的，不会很厚重。相对呢，维持的时间也比较久，不容易脱妆。它呢是一个哑光的妆效，其中呢还有一些护肤的成分。那我上脸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步骤啊。首先呢，我先用前面那个 Supergoop 的 Duo 打底。再接着就用这个粉底，先把这个粉底这里旋开来，你看这个头就很像外面买的这种遮瑕膏的头，看到没有？那就很方便，你就可以把它点在你需要遮瑕的部位。比如说我呢，就是这个嘴角的一圈，还有脸颊这里有一些晒斑，就把它点在上面。你用手指把它拍开也可以，或者你用专门的遮瑕刷，效果会更加好一点。如果一遍不够呢，就用第2遍。那再接着呢，就是上粉底。我一般是会配一个粉底刷来用的，这个也是他们家的蛮好用的，是双头的，看到没有？那比较 dense 的这一头呢，就用来配合这个粉底液来用。一般呢，把粉底可以直接挤在这个刷子上面，然后我呢担心直接上脸会糊掉，所以我一般会在手背上稍微匀一下，然后再去上脸，可以先上一半，大家看一下左右脸的区别。要注意啊，用刷子用粉底的时候呢，我比较喜欢这样点点点这样子去上粉底啊，因为我之前试过这样大面积的去糊墙，但我感觉这样会破坏之前的护肤品，尤其是防晒啊，而且呢比较容易搓泥，所以我自己是更加喜欢这样点点点，有点像把粉底给拍进去的感觉。上脸之后，你看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吧？这个色号呢是我盲选的，还挺准的。是 LN6， 吃不准的情况下呢，大家情愿选稍微深一点点的色号，不要选太白的，否则会很假。这个粉底居然有100多个色号，我的天哪，好吓人啊！接着就是这个多用途的彩妆棒，这个我也蛮喜欢的。它呢既可以做腮红，也可以做唇膏。今天我的腮红和唇膏就是用它，它里面呢是有胜肽和精华。所以呢，就是有这种丝滑的奶油质地，非常的柔滑，你就这样把它画在脸上，不用担心啊，好像这个很可怕的样子。接着呢，你就用手指把它点点点晕开就可以了，当然用刷子也是可以的，不过我自己更喜欢用手指，非常的清透，效果很自然，而且还是蛮滋润的。如果觉得颜色不够明显的话呢，还可以叠加的。用完之后呢，还可以用它做唇膏，不过我自己不太喜欢直接接触双唇，我会用手指，然后把它这样涂在双唇上面，会更加卫生一点。它的包装呢也很小巧，随身携带很方便，你出差旅行就可以把它直接带走就好了，不用再带那种很大的腮红盘，再来一个唇膏什么的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我这个颜色呢叫做 Sparkling Rose， 有一点点像干枯玫瑰这种颜色，我觉得更适合的是把它做腮红，单独用它做唇膏的话呢，对我来说好像颜色有一点点不是太适合我，所以我现在还叠加了一个他们的唇蜜，后面会说到的。这个多用途棒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，有的可以做高光，有的可以做修容，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。
那再接着的呢，就是这个粉饼了，它呢也是4合1，其实也可以做粉底了，还可以定妆，还有防晒。结果我觉得防晒没什么用，还可以遮瑕，我觉得能定妆就很好了。那我呢一般就是配合这个刷子比较 fluffy 的这一头，然后呢把它打圈，然后在手背上掸掉一点，就可以这样子去定妆了。它呢也是可以一层又一层叠加的，不会出现卡粉或者结块的情况。那定完妆之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腮红的颜色太浅了，可以再来一遍腮红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会更加持久一点。这个呢也是比较小巧，重量也很轻，随身带也很方便。最后呢就是这个唇部产品了，我很喜欢，这个叫做唇油。但是呢，它又不会颜色的太夸张。我选的这一个呢，是有一点点像蜜桃色这样。我现在就上给大家看，很好看吧？就很元气满满，跟我之前那个 Tom Ford 的那支唇釉特别的像，但是没有它那么的亮，还蛮自然的。它呢跟其他的一些彩妆产品不同的是，里面添加了很多护肤的成分。这些成分呢大部分是常见于润唇膏的，但是在这支唇油里面都有。比如说呢有向日葵籽油、迷迭香叶提取物，还添加了维生素 E、霍霍巴油和石榴提取物等等。所以呢它要比一般的唇膏更加的保湿滋润，能够呵护你的双唇，这个我也蛮喜欢。我也去问他们要了折扣码，不过没有要到，不好意思。不过好在他们东西都不是很贵哦，粉底就$40就可以买到了，这些唇部产品就$20了。我也会把产品链接放到描述框里面，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拿。好了，一口气分享了3个我最近经常在用的小众品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大家最喜欢其中的一个单品呢，也欢迎留言分享吧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哦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奇西卡的朋友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、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